朋友们，大家好。大家有没有发现啊？最近几年，西方国家领导人他们的执政水平越来越低了。一个是没有素质，没有专业知识，没有眼光，还有没有政治敏感性。有个很好的例子，比如说前天，波兰总统叫杜达，他通过媒体公开向美国求助，请求美国把他的核武器驻扎，就是布置到那个波兰去，布置到波兰境内去。为什么呢？我猜呀，波兰总统他对波兰特别没有安全感，因为他东边那个大的邻居啊，俄罗斯，对吧？我们也知道，俄罗斯和波兰相当于世仇一样。波兰这个国家其实也挺作妖的，就是因为他自己呢举止不太好，所以过去他的有3次啊被瓜分的历史，被那个俄罗斯瓜分，还有被其他的国家，好像被德国也一样，对吧？而这次因为俄乌危机以来3年来啊，乌克兰还有波兰，他们俩好像是非常好的朋友一样。波兰呢特别的积极协助帮助乌克兰，虽然在那个金钱上面没有很多的帮助，但是啊，波兰他接纳了很多数百万乌克兰难民。还有在政治方面，这次俄乌危机啊，波兰非常跳脚，应该是在所有这些国家当中，应该波兰是最积极配合美国的一个国家来对付俄罗斯，其次才到德国，对不对？德国并不是第一的啊，而是波兰。而现在这个波兰总统，他根本没有跟任何其他，比如说欧盟啊，或者是北约国家领导人交流过，没有沟通过，然后呢，就直接通过媒体非常高调的请求美国，他布置核导弹到波兰去。你们也知道，就是像这种核武器是非常敏感的，对吧？而且比较危险，一般的国家是恐避之而不及啊。而他呢，却邀请人家美国去那里驻军，而且是驻核武器，所以呢，一片哗然，让很多人不理解。你看人家波兰总统可以说是低声下气，他还大声的赞扬特朗普啊，给特朗普戴高帽子。然后呢，他以为特朗普会答应的，哪知道第2天，也就是昨天，美国副总统万斯非常直白的拒绝了那个波兰的要求，说我们不会那个布置核武器到你们波兰去。你看这脸打得啪啪的响啊，真是太没面子了。不过我觉得可能波兰这领导人他也不知道什么叫丢脸。说到核武器，你看，远在天边近在眼前，在欧盟就有一个国家有核武器，对吧？而且是联合国5常之一的法国。前段时间法国总统马克龙甚至呢主动提供核保护伞给波兰，好像波兰那边不是特别的热心的去回应。另外一个呢，在欧洲还有一个国家有核武，对吧？也是5常之一的英国。如果我是波兰总统，我想在我的国家布置核武器啊，首先肯定会想到我们的法国邻居啊，还有那个英国啊，对吧？先跟他们2个国家沟通过，如果他们拒绝了，然后我再问可能美国，而并不是说不跟这2个欧洲的伙伴商量，然后呢直接就喊话美国了，这样弄得非常没有面子，被美国拒绝。而且前面提到了，人家马克龙还主动提供这核保护伞给那个你们波兰呢。说到波兰，不得不说啊，可能由于历史原因吧，全世界可能最恨俄罗斯的国家就是波兰了。然后呢，最舔美国的国家也是波兰。一个是最恨俄罗斯，也是同时呢又是最恨美国，所以呢，波兰确实呢是独一无二的一个国家。波兰总统杜达，他给出的理由是：你看俄罗斯把这个核武器呢布置到白俄罗斯去，白俄罗斯可以，那为什么我波兰不可以请求美国布置核武器呢？从波兰的角度来说，可能有道理啊，但是我觉得这缺少这个地缘政治的敏感性。布置了核武器之后，你就直接是对着俄罗斯了。但是
他没有想到这样做有多么危险。大家也看到了，特朗普上台之后，对吧？他都是美国优先，根本就不管你其他的国家。你看，把乌克兰出卖了，乌克兰不做不死，我们知道。但是呢，像波兰这种国家也不做不死。他没有看到乌克兰这个最好的例子在那里，被人家卖了，他还想也被卖一次吗？所以我就觉得，像这种国家领导人真的执政水平太差了，把整个波兰可以说是推进了这个核武器的火坑。其实啊，波兰这个国家它野心挺大的。几年前，他们已经开始了所谓的核计划，也就是在波兰境内建核电站，因为他们不想依赖俄罗斯的能源。我觉得可能建核电站有他的想法，但是他绝对还有另外更邪恶的想法，那就是发展核武器。因为他们的国家领导人也放过这样的话，否则他也不会主动邀请美国到那个地方布置核武器啊，对不对？但是他们可能没有想到啊，波兰也是属于加入核不扩散这个条约的国家，并不是说在这个地球上哪个国家想发展核武器就可以发展的，而且即使给你发展，也需要时日，也许需要数十年时间。所以，如果是想通过这核武器马上呢要把俄罗斯拒诸于门外，或者是把俄罗斯打趴下去，相当于痴人说梦。人家美国不答应，是因为啊，现在美国正在与俄罗斯谈判呀。美国是尽快想停止乌克兰的战争，哪知道你这个波兰又跑出来，又挑起是非，对吧？而且还有一个，因为特朗普上台之后，美国优先，然后呢也不管乌克兰了，其他那些北约国家，其他那些欧盟国家，他们也特别着急呀。因为很明显，在欧洲，在北约国家之内，除了美国之外，只有法国还有英国有核武器，对吧？这两个国家勉强可能能够自保，是勉强，也许根本就不可能自保。那其他所有的北约国家、欧盟国家，什么德国呀、西班牙呀、意大利呀，什么这稍微有一点规模的国家，他们完全不能自保，对不对？所以看着特朗普啊，现在抛掉那些或者是把这个乌克兰卖了之后，他们这些国家特别着急。所以呢，多个这些北约国家，他们呼吁，特别是欧盟境内这些国家呼吁啊，我们欧洲国家团结起来，组成一个强大的欧洲军队，我们要做到军事独立。所以呢，通过了好几千亿欧元这军事预算，但是我们也知道，欧洲这些国家其实就是一盘散沙，每个国家都有自己小算盘，所以要何时何年何月才能够组成一个所谓的欧洲军队，而且有战斗力的军队？我看我这辈子应该看不到。所以呢，如果是俄罗斯单个要攻击哪个国家，哪个国家都挡不住。这些国家喊要军事独立，根本就做不到。所以现在你这个波兰啊，想把美国拉进来，人家美国不答应，那你不是自打脸吗？即使你接受了这个法国的核保护伞，到时可能俄罗斯打过来，法国也拿这个俄罗斯没办法，对吧？况且了，过去你看这3年，其实俄罗斯并不是一个国家打那个乌克兰，而是呢，俄罗斯是跟所有的欧盟还有所有的北约国家打，一国对20-30个国家。但是即使这样，乌克兰也没有打赢啊，也就是乌克兰背后那20-30个国家也没有打赢啊。我们过去也看到了，这些欧盟国家还有这些北约国家，他们的后勤补给能力怎么样？他们武器生产能力怎么样？有的德国媒体说，还有德国网友也说，俄罗斯一个国家，他的国家的 GDP 都不如一个西班牙。他们以为啊，用这个 GDP 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实力就是很标准的了。他们没有想到，俄罗斯它有
亿几千万人口，它的国土面积那么大，有取之不尽的那些资源啊，而且俄罗斯的武器、军工产业还是不错的，对不对？至少要吊打任何一个欧洲国家，或者除了美国之外，任何一个北约国家。所以用这个 GDP 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啊，或者一个国家的实力吧，是绝对不靠谱的。美国为什么不鸟波兰？是因为美国真的想尽快与俄罗斯达成协议，停战，然后呢，集中力量来对付中国。所以他根本就不希望你波兰跳出来再找他的麻烦。所以接下来很可能啊，北约这些国家人人自危啊。现在最睡不着觉的是哪几个国家呢？从北往南来数一数吧。最上面的是前不久才加入北约的那个芬兰，对吧？然后是瑞典。我觉得芬兰可能是最担心的，因为芬兰当时啊加入北约，其实俄罗斯非常的不爽，但是没办法啊，深陷乌克兰的泥潭，那就只能忍气吞声了呗。如果美国撇下这个北约不管了，或者美国退群了，俄罗斯可能分分钟就可以收拾波兰。第二个就是那三个小的波罗的海国家，也就是原来的苏联加盟共和国，什么立陶宛啊这种，对吧？毫无战斗力的，马上就可以拿下。然后呢就是波兰，然后就是捷克，斯洛伐克稍微好一点，他没有那么积极的配合美国、配合北约来对付俄罗斯。然后就是罗马尼亚，对吧？还有一个很小的芝麻小国，那就是摩尔多瓦。这几个国家呢是最危险的今后。假如美国撇下他们不管的话，而且现在是可以发现啊，还是丛林法则，对吧？特别是特朗普啊，还有俄罗斯他们看得非常清楚，就是谁这拳头大，那他就有说话的权利。否则为什么特朗普敢那么高调的说要什么把那个格陵兰岛拿过来，还有加拿大变成美国的第50个州，还有墨西哥什么什么，另外巴拿马运河的管理权已经落到美国人手里了。现在说到丛林法则，让我想起了一件事，就是前几周中国不是在围绕着澳大利亚还有新西兰一带进行军演嘛，对吧？澳大利亚不高兴了，他也担心啊，说你中国跑到我们澳大利亚这家门口干嘛？但是澳大利亚他忘了，当时他携美自重，隔三差五跑到中国南海去游移，对不对？开着他的军舰，那个破军舰。现在中国以牙还牙，跑到你澳大利亚这附近就不可以了。这是典型的只准澳大利亚州官放火，不准中国百姓点灯，这是西方的逻辑。好，说到丛林法则，我还想起了，也许是坊间的笑话。特朗普上台之后，他特别高调，对吧？要把什么什么，我们前面提到，俄罗斯可能瓜分这个乌克兰，然后网友们就说，现在真的到了中美俄瓜分全世界的时候了。美国瓜分格陵兰岛、加拿大、巴拿马，那中国呢？中国的势力范围可以扩大到整个澳大利亚，把澳大利亚拿过来，新西兰拿过来，南太平洋这些岛国也属于中国势力范围。如果这是真的，我就特别的赞成。为什么数百年前你们欧洲这些殖民者可以瓜分整个世界？那到了现在，你美国也想瓜分，那中国也要占份啊，对吧？所以我真的特别赞成中美俄现在趁着这个机会把它瓜分下来。因为以前中国积弱，被西方瓜分，那现在终于要轮到中国一次机会了吧？朋友们，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。你看，就是因为欧洲人没有这个智慧，非黑直白，我觉得与他们的文化有关系。因为不是好的就是坏的，没有中间的啊，没有过渡地带，所以他们执政的时候就没有眼光，不站在我这边，你就是我的敌人。如果像什么乌克兰呀、波兰这种国家，应该是做到圆滑，可以从俄罗斯拿好处，对吧？可以从美国拿好处。比如说乌克兰吧，
如果这个希子总统他稍微有执政手腕一点，完全可以利用地缘政治的优势，其实他有优势的啊，因为他是夹在俄罗斯和美欧之间，对吧？他的国家有土地，黑土地，农业不用愁，对吧？有资源，然后呢，如果是把这个人脉把它搞活起来，他几千万人口，以前是4000万左右，现在可能只有2000多万了。俄罗斯给我一点好处，美国还有欧盟给我一点好处，那我这乌克兰可能已经变成了发达国家了。哪知道被这个执政水平低下的希子总统执政的这几年，把整个国家搞得国破家亡，变成了世界最穷国家之一。我看了他的排名，大概是100多位了。现在，想当初啊，他刚刚独立的时候，他的军事可以说是世界第3的啊，比中国的军事还强大。有工业，有农业。中国第1艘航空母舰就是买人家当时乌克兰没有造完的，应该是这样，造到一半就那个苏联解体了，然后呢就贱卖给了中国。从原来准发达国家，而且世界第3军事强国，变成了现在这样，整个国家都散了，农业也没了，因为它大多数的土地都卖给了美国的某某集团了，你们也知道对吧？工业没了，打没了，能源没了，然后呢军事早就没了，整个国家可以说真的是完蛋了。所以啊，一个国家的领导人，他的执政水平是非常的重要。像这种西方选举制国家选举出来领导人，就变成这样，一代不如一代。今天波兰不做不死，主动邀请美国在那里布置他的核导弹和核武器，就可以看出波兰这个国家早晚有一天可能也会变成乌克兰一样，假如他不收敛的话。朋友们，你们对这件事情怎么看呢？那就是前天波兰总统杜达主动邀请他，首先是表扬啊，称赞特朗普，然后呢再请求美国布置他的核武器到波兰。第2天，美国副总统就直接给拒绝了，直接啪啪打脸了。好了，欢迎大家在下面讨论啊。今天的话题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。